你丫的！漂亮，梅头。有多少地面进势？哇！为呢，对方这种量很会机会的。哇！KO！ 注意看，他足以堪称当今年代最能打的少林和尚。擂台上差点将日本成名已久的三冠王给勒死在擂台上，就连中国武僧一龙见到他都得鞠躬问候师兄好。此人就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少林武僧苗立涛。出自嵩山少林寺的苗立涛打法强悍，训练刻苦，拥有极佳的武术天赋。别人可能几个月时间才能学会的武术招式，他只用1个星期就能融会贯通。这也是苗立涛能深受少林老方丈爱戴的原因。然而，转战综合格斗的苗立涛更是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，暴揍外国高手，犹如砍瓜切菜那般简单。可以说，苗立涛是格斗擂台上最能打的少林武僧，要比武僧一龙强上100倍。本次奉命出战阻击苗立涛的，正是拥有3个冠军头衔的日本拳王泽田龙人。大家都知道，日本高层为了抹去当年对中国做出的黑历史，不惜将课本与文化改为中国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，伤害了日本公民。这也导致日本老百姓面对中国人是敬而远之，特别嫌弃。泽田龙人面对苗立涛这位中国选手，当即撂下狠话，要彻底暴揍苗立涛，来为日本前辈们报仇，并且要揭穿苗立涛少林武僧的冒牌武僧身份。这一番言论的确让人反感气愤，但是有没有实力，还得擂台上碰一碰便知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苗立涛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面对中国选手泽田龙人表现得相当不客气，主动占据擂台中心位置，开始缓慢挪动步伐给苗立涛施压。当然，苗立涛也不是吃素的，迅速调整好防守反击报价来实施反压制。根据双方身高臂展来看，苗立涛稍微占据着一些优势，故此泽田龙人只能想方设法通过地面来扩大比赛点数。话还没说完，苗立涛就将下潜抱摔的泽田龙人给甩飞了出去，这可着实把台下的观众们给吓了一跳。太帅了！哇，这一下够凶啊！对方呢在尝试做抱单腿摔，苗立涛呢在迅速复位情况下，在笼边做出了弓箭步，这下的防御姿态做得非常好。是。再次脱开。泽田龙人柔术冠军果然不是吹出来的，苗立涛多次的挣扎抗争，依旧难以逃离与泽田龙人打地面。身材小巧的泽田龙人在地面缠斗上有着特别快的移动速度，顺势用手臂死死锁住苗立涛的脖子，施展打死角锁技。结果苗立涛一个箭步起身，成功挣脱束缚。根据泽田龙人的表现，明显不想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，而是要寻找合适的 KO 机会降服苗立涛。节奏非常快，他的每一次进攻节奏都非常的紧密。摔跤之后呢是膝撞，膝撞之后呢是连续的站立击打，每一个布置呢几乎都在自己的教科书上已经写清楚了。是，泽田。场边苗立涛的团队呢对他的这个指导做得非常详细，很清晰。虽然说苗立涛在备战期间做足了地面缠斗训练，但是来到擂台上还是太小看了泽田龙人的地面缠斗技术。来到地面的泽田龙人犹如狗皮膏药，死死黏住苗立涛不松手，时不时还会衔接上顶膝来进攻苗立涛腹部。短时间内，苗立涛陷入到被动局面，中国观众们都捏了一把汗，毕竟这可是备受争议的中日格斗对抗赛。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在这样的一个纠缠当中呢，对于苗立涛是一个不小的体能上的损失。现在苗立涛呢，还趁着体能比较充足的阶段，他必须要和对方来拼一拼站立的拳击，不能再被对方带进自己喜欢的节奏。是的。好，笼边的弓箭步重心非常的稳定。经过一番地面缠斗，苗立涛终于来到自己最擅长的站立环节。不过泽田龙人并不想让苗立涛有休息调整的时间，再次下潜抱摔，却惨遭苗立涛运用力量扭转乾坤压制在身下。尽管泽田龙人被苗立涛压制在地面无法动弹，但是从比赛开始，泽田龙人就想好了战术打法，在地面拖垮苗立涛的体力储备。对方的身位，以至于自己呢不被带进一个下位的一个劣势把位。两个手都抱他脖子。其实这个时候泽田龙人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的有优势，但是呢他尝试把对方呢拖到离自己的苗立涛现在能坚持住吗？对，他扣住了自己的下巴，
还好，对方的这个把位呢没有扣死，问题不大。20秒钟的时间，这个回合应该是安全的。苗立涛的反应速度和爆发力真不错。核心力量不错。苗立涛顶住对方的髋关节，泽田龙人在下位想做什么？只是扣住苗立涛的手臂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经过首回合的地面缠斗与站立拼拳，苗立涛早已看透了泽田龙人的针对性打法，只要机会合适，泽田龙人必定会施展下潜抱摔来将苗立涛拖入到地面。苗立涛也在努力出拳逼退对手，寻找合适进攻机会。就算泽田龙人施展下潜抱摔，也很难对早有防备的苗立涛造成威胁。这场比赛，除非泽田龙人将苗立涛逼到退无可退的局面，否则根据苗立涛的格斗技术，随时都能进行反击，扩大比赛点数。两个人再次进行着一个尝试进入地面的相持，勾住对手的左腿。泽田龙人似乎把这场比赛的所有重心都放在这一次的抱摔了。如果能够抱摔成功，并且实施裸脚的话，对于泽田龙人来说会是比赛策略的一个成功体现。又是拦腰抱起。这个位置，苗立涛摆脱了，不错。长时间的地面缠斗无果，泽田龙人决定跟苗立涛站立拼拳。要知道，苗立涛可是学习了8年少林传统武术，其自身的抗击打与出拳力量都要比泽田龙人这个柔术冠军强上太多。泽田龙人与苗立涛正面拼拳，这就是自讨没趣。只要泽田龙人敢继续站立拼拳下去，肯定会因为体力不足而晕倒在擂台上。组合，对，要打这 combination 啊。对，通过组合先打组合，然后抱摔对手，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，没错。但是泽田龙人他们没有预估到的是，他的体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提醒是一回事啊，但是能不能做到呢？运动员自己知道，自己最清楚。3分钟的时间，苗立涛呢，如果接下来可以缓冲一下自己的，根据双方表现来看，苗立涛完全做到了压制吊打。眼看战力不敌泽田龙人再次施展下潜抱摔，结果依旧是被苗立涛压制在身下。这时候就能看出苗立涛已经将泽田龙人给拿捏在手中，不管是站立拼拳还是地面缠斗，不会让泽田龙人有任何的扩大比分机会。对，场边呢，苗立涛的团队也在提醒他多打肚子，再打头，做一些立体的打击。这场比赛听这个场边 Kona 的这个介绍特别清楚啊，应该是这场比赛在收声话筒上面有了新的布局啊，听得特别清楚。没错，漂亮，以至于我们对于选手下一步的尝试降服，但没有成功，对他自己的自信心也受到一些影响。最终，泽田龙人体力耗尽，趴在地上无法动弹。只能做出龟缩防守来躲避苗立涛的上方压制。当然，苗立涛从进入地面的时候就在努力寻找降服机会。既然对手喜欢趴在地上，那苗立涛就从背后下手，时不时还会往身下的泽田龙人猛砸重拳。此时的苗立涛只差一个实施背后裸脚的机会，一旦裸脚成型，泽田龙人绝对会被脚晕送走。这个是没问题的，这样往往能砸得比较准。在身后扣住对面。对方呢也是扣住苗立涛的膝窝，不让苗立涛轻松的起身。对，现在对于苗立涛来说，4肢8体都可以使用。他想要裸脚降服对手吗？有一定难度啊。这个扣有难度，因为对方呢还扣着他的腿。对，反响了，还有10秒钟的时间。苗立涛已经足够有侵略性了，这个动作。而且对对手形成了一定的控制啊！泽田整个人显得非常痛苦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回合苗立涛打得不错。没错，这场比赛的话，整体来看，苗立涛的进步非常的明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苗立涛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苗立涛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